有这样的一个国家，早在近千年之前就已经将佛教定为国教，并一直延续至今，从无中断。在这个国家，所有的男性都必须有一次出家经历，甚至可以等同为成人礼。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金碧辉煌的佛教庙宇。但同时，这个国家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战乱频发，痛苦不堪。这个国家就是缅甸。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作为佛国，缅甸为何至此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缅甸家庭的一天，一个典型的缅甸佛教家庭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就必须起床了，尤其是家里面的妇女们起来很早，是要准备饭菜，只不过此时要准备的这顿饭不是给家人的，而是给僧侣们的布施。作为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国家，僧侣们还严格实施着过午不食和托钵化缘的戒律。他们会在凌晨4点用完早餐，并进行早课，然后天刚亮没多久，就排队出现在了街道上，接受午餐的布施。化缘道的午餐必须要在中午前吃完，这也是一天中的最后一顿饭。人们会虔诚地在家门口等候着，将准备好的食物恭敬地奉献给僧侣，并接受僧侣给予的祝福。之后，僧侣们带着食物离开，人们还需要回到家中进行祈祷。不少的缅甸家庭都会设有一个佛坛，供奉着佛像，摆满鲜花、香烛和水果。在布施完成后，全家人会在佛坛前点燃香烛，进行祈祷、诵经和冥想。完成这一切之后，新的一天才能开始。之后再吃早饭，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然而，这可并不是缅甸人与佛教之间的全部联系。在缅甸，处处呈现出佛国的景象，一座座高大雄伟的、金光灿烂的佛塔，让这个不发达国家的所有的民居都黯然失色。在缅甸，僧人的地位之高，社会影响力之广，自古以来绝无仅有。比如所有的购票窗口都是僧人优先，以及高职称的僧人可以有包括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优待，而且在饭店里，往往是僧人在特座先用完餐之后，才能轮到其他客人进餐。甚至如果遇到了僧人讲经，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都会跪在地上认真听讲。曾流传有这样的故事，有国外来的游客乘坐出租车，路上出租车司机见到了赶路的僧人，就停下来请求游客想要捎上僧人绕一段路，如果不同意，宁愿让游客换车。游客同意后，司机把僧人送到了目的地，之后合掌道别，分文不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当地人会告诉游客，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带上僧人一同前往，因为老板不敢在僧人面前撒谎，所以就可以避免买到假冒或劣质的商品。尤其在缅甸乡村，寺庙已经成为了社会组织的中枢。有一句话，权力厌恶真空。在缅甸政府建设不到的地方，
寺庙就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职能，寺庙成为了穷人的学校，成为了孤儿院和养老院，成为了受灾后的救济处，成为了乡间纠纷的调解法院，也成为了治疗各种头疼脑热的乡村医院。正因为佛教的地位是如此之高，所以在缅甸，男人一生中有2个重要的事情，一是结婚，二是短期出家，而后者往往比前者的仪式更为隆重，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成人礼。有过出家经历后的男人，才能拥有成年人的社会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至今日，缅甸还依然是公认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并且战乱频发，痛苦不堪呢？甚至众所周知，在缅北和缅东还有声名狼藉的电诈园区的存在。当然了，在这里对此有了解的观众可能会指出，缅北和缅东的主要居民是克钦族、克伦族等缅甸少数民族，而且信奉的也大多是魔改的基督教。是的，没有错，但答案就这么简单吗？让我们接着聊。缅甸佛教的古往今来，谈到缅甸佛教，一定会从阿努律陀开始。他被称为缅甸的阿育王。关于阿育王，我们都知道，他是印度历史上的有名的伟大帝王，前半生奉魔，武功赫赫，统一了印度；后半生奉佛，文治煌煌，成为了佛教的大力推广者。可以说，没有阿育王，就没有佛教在全世界的传播。与之相类似的，便是阿努律陀在缅甸所做的一切。他的前半生也是武功赫赫，在历史上首次统一了缅甸，期间杀戮无数，并且他的残忍不仅仅对他的敌人，也包括了他的部下、他的兄弟，甚至他的儿子。在统一之后，阿努律陀却开始对佛教大力扶持。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阿育王、阿努律陀，以及我们历史上的隋文帝等等，都曾有一统天下后放下屠刀推广佛教的举措。至于有几分发自真心，有几分统治需要，倒也不用太深究。阿努律陀在即位之初，已经是公元11世纪了，和阿育王在印度弘扬佛法的时期已经相差了近1400年，和佛陀在世的时间更是相差了1600年以上。所以佛教早已传入了缅甸，但那时在缅甸各地传播的却是一个被称为叫阿利僧派的魔改佛教。准确来说，它融合了本土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和佛教这样的一个怪胎。阿利僧派的教徒就算是披着袈裟的魔子魔孙，他们不持戒、饮酒、淫乱放荡，僧侣甚至享有对信徒的出夜权。阿努律陀禁止了阿利僧派，并选择迎回了佛教中的上座部佛教，并奉为国教。从此之后，佛教在缅甸作为国教的历史长达900多年，至今未断绝。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却在历史中几乎断绝。斯里兰卡、泰国、不丹等国家虽然佛教的历史比缅甸更为悠久，但定为官方国教的时间却很短。而在汉地，道佛彼此缠斗1000年，
可任何时候教权都没有越过王权。从此之后，缅甸历经多个王朝，直至殖民时期，以及后世的国家独立、军阀混战等时期，佛教在缅甸民间的影响力随着时间越来越大。这个影响力甚至超出了缅甸之外，奠定了整个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基础，也就是南传佛教的基础。位于缅甸之外的柬埔寨，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就从供奉毗湿奴的印度教寺庙，受其影响，逐步转变成为佛教寺庙。这在发源佛教却被印度教逐步侵蚀的印度，简直无法想象。1954年，来自多个国家的2400多名僧侣在缅甸的仰光聚会，进行了第6次佛教结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佛教历史事件，也是现代历史上的首次结集。此时正值佛陀涅槃2500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教义都是口耳相传。第一次结集便是在佛陀入灭的3个月后，由多闻第一的阿难背诵经，由持律第一的优婆离背诵律，由头陀第一的摩诃迦叶主持审定，才定下来了流传至今的经典佛经。此后，佛教的典籍汉如烟海，不可避免的会有教义上的分歧。佛教又经历过了多次结集，阿育王便主持了其中的第3次结集。但在公元前1世纪的第4次结集之后，佛教的结集工作便停止了近2000年。缅甸国王敏东在19世纪的1854年进行过佛教的第5次结集，但此时已是英缅战争时期，非常匆忙，所以声势浩大的1954年的第6次结集才会如此瞩目。有意思的是，会上按照第1次结集的方式，由当时的2位缅甸高僧一问一答，众僧观礼，历经2年才得以完成。只是这次结集只被上座部佛教，也就是南传佛教所认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北传佛教，也就是大乘佛教的僧侣们大多并未认可。毕竟佛教已经历经2000多年，这也是无可奈何。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缅甸的佛教简史，那让我们翻开硬币的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是如此的血腥、极端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缅甸动荡不堪的根源之一。缅甸军政府的佛皮魔心。要说起来，动荡不安的种子可能在阿努律陀的时期就已经种下了。阿努律陀建立的蒲甘王朝，就是由当时缅甸中的一个小小的蒲甘国四处征战后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王朝。但问题是，缅甸虽然不算大，但民族却非常多。北边有善族，西边有若开族，南边有孟族，以及其他许多的民族。而阿努律陀和他的国民属于缅族。缅族是怎么来的呢？考古分析其实是属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一地的古羌人，他们经历多个世纪，越过重重山林，到达了缅甸，并在融合了当地部分土著之后，形成了缅族。可时至今日，缅族作为主体民族，也只占到了缅甸人口的
65%，其他各个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不少还有自己独立的文字。所以阿努律陀选择用佛教来作为国教，排除个人感召之外，从理性出发，也算是很有见地。佛教的非暴力思想、众生平等思想，可以很好地弥合各民族之间的裂痕。可惜这个努力在1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以失败告终。让我们看看缅甸佛教极端主义者是怎么说的呢？缅甸应该只有一个种族缅族，一种语言缅语，一种宗教佛教。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就如我们上面所讲，自从阿努律陀将佛教定为国教之后，虽然缅甸朝代更迭，但佛教地位却始终如日中天，教权常伴王权左右。到了近代，在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的前后100年，缅甸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反抗。这段时间，僧侣从寺庙中走出来，也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人民是斗争的拳头，那么僧侣就成了斗争的大脑，对抗的是外来族人，即英国人，对抗的是外来宗教，即基督教。佛教作为文化载体，也成为了缅甸民族主义的象征，甚至不少僧侣成为了对抗组织的领袖。昂山作为现代缅甸的国父，在缅甸独立之后曾留下2个重要的政治遗产：一，通过各种协议来弥合缅甸本部和少数民族；二，呼吁佛教僧侣适时退出政治的舞台。只可惜随着他的遇刺，这些远见卓识却戛然而止。之后若干年，缅甸的政坛氛围步步滑落，直至军政府时期，对于佛教的态度归根到底可以被认为是将佛教极端工具化，并且形成了如本节开头所讲的佛皮魔心，也就是佛教的外皮，军阀魔头的内心，并且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佛教极端主义。这里面存在有2个问题：一，政治僧团。佛教本是出世的宗教，但入世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在汉地的历史传说中，曾有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又比如日本的僧兵，也成为了日本战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力量。要知道，寺院本身就是大量成年男子的聚集地，思想和行动统一，自然是不可小看的组织力量。但在现代，缅甸政治僧团的过度入世却成为了动荡的原因之一。比如维拉图就是知名的僧侣领袖，但他和他所在的政治僧团组织全国青年僧侣协会的极端言论和行为，成为了引发针对穆斯林的罗兴亚人的迫害原因之一。期间死伤无数，罗兴亚人的难民多达100万。当然，大多数僧人还是秉持着非政治的出世原则，可在缅甸军政府的推波助澜下，这些僧人的声音实在过于微弱。二，种姓主义。在当今缅甸，民族主义者们已经越来越狭隘，甚至可以称为某种程度上的种姓主义。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缅族佛教徒，接下来是非缅族佛教徒，再接下来是非缅族非佛教徒，最下面的是非原住民。请问
以上这2点是不是都和佛学慈悲、出世、平等的原本精神背道而驰呢？缅甸这片土地充满了悲剧性，其中之一就是对各种宗教的魔改。阿努律陀就曾在900多年前扳倒过魔改佛教后的阿利僧派，但时至今日，缅甸军政府又走在了魔改佛教的道路之上。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缅北和缅东。自从缅甸独立之后，缅甸主体的缅族和缅北的克钦族、缅东的克伦族从未实现过弥合和统一，而这些少数民族又大多信仰魔改的基督教。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歧视和对抗下，灾祸滋生。电诈园区的背后原因很复杂，但缅甸军政府裹挟着佛教极端主义，分裂族群，扩大裂痕，终究难究其职。那么未来该怎么办呢？缅甸和佛教都何去何从？1500多年前，梁武帝和禅宗达摩祖师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梁武帝说：我自从当了皇帝，修佛经，造佛寺，度僧无数，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没有功德。梁武帝有些生气，为什么？达摩说：这些都贪图回报，不是真正的功德。我想，缅甸军政府如果不是真正的奉佛，而是宁佛，恐怕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功德。缅甸在建国初期是东南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造成现在的结果，缅甸军政府真的难堪大用。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国父昂山的女儿，在1988年首次公开演讲的时候，选择站在仰光的大金塔下，那是缅甸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虽然他的演讲对佛教只字未提，但他却经常使用传统价值、精神价值、慈悲等词语。我想，这才是佛学真正的精神闪光吧。2021年的2月1日，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国务资政，再次遭到政变后的缅甸军政府关押。距离他首次在大金塔下的演讲已经过去了33年，而在之后4次关押和软禁的时间总计长达近18年。与之相伴的是缅甸军政府的阴影继续笼罩在缅甸这个佛国的土地上。如标题所说，缅甸是秽土上的佛国，但作为佛学的修行者，我们知道这娑婆世界哪里不是秽土呢？佛学正如莲花所象征的那样，根扎在污泥之中，却盛开于阳光之下，不惧秽土，才是佛学的精神。前些年，缅甸的禅修旅游非常受欢迎，包括西方人在内，不少人去缅甸参加短期出家，探索心灵，学习佛法。只可惜军事动荡后，世事无常，旧日时光不在。但我们相信，这一天终会回来。毕竟佛学告诉我们，住行无常。今天就聊了这么多，让我们下次再见。